今天与大家分享一个改变人生的话题——脾气。古人云：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。我们的命运其实就掌握在自己手中，而在诸多影响命运的因素中，脾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脾气看似只是一时的情绪表现，但它却能左右我们的一生。好脾气如春风化雨，能让我们的人生之路更加平坦顺畅；坏脾气如狂风骤雨，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无尽的烦恼和障碍。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一个人的脾气折射出他的性格、思维方式和处事态度，进而影响到他的人际关系、事业发展和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宋代大文豪苏轼曾说：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在这段充满变数的旅途中，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挫折，而面对这些困境，脾气好的人往往能泰然处之，化险为夷。脾气差的人则可能会怒气冲冲，让问题越来越棘手。生活中那些成功人士无一不是性情温和、善于自我调节的高手，相反，那些整日愁眉不展、动辄发火的人，他们的人生往往充满了烦恼和不如意。可见脾气对一个人的命运影响之大，它不仅关乎个人修养，更关乎运气和福报。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脾气与命运的关系？又该如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，以获得更好的人生？让我们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一起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。俗话说，好脾气是福，坏脾气是祸。小张为人热情大方、乐观开朗，遇到问题总是能心平气和地去解决。前不久，他在公司里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项目，原本的方案迟迟没有通过，眼看验收期就要到了，团队上下束手无策。作为项目总监的小张却是没有急躁发火，而是冷静地与团队成员沟通，集思广益。最终大家群策群力，找到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，不仅按时完成了任务，还得到了领导的高度认可。小张的好脾气为他招来了好运和发展机会。反观同公司的小李，他做事情常常不耐烦，动辄发脾气。一次部门会议上，小李因为一点小事与同事起了争执，大发雷霆，将会议弄得不欢而散。后来小李负责的一个重要客户，也因为他的态度问题，选择了转投其他公司。频频的不顺让小李越来越消沉，也越来越暴躁，工作和生活质量每况愈下。可见好脾气能为我们招来贵人、机遇和助力，化解危机，开创新局。而坏脾气则会成为我们人生道路上的绊脚石，引来无尽的麻烦和损失。脾气对运气的影响绝非一时一地，而是会持续发酵，造成难以预料的连锁反应。我们必须时刻警醒，管理好自己的情绪，以一颗平和的心去对待生活中的种种不顺，才能逐步扭转乾坤，迎来好运连连。纵观历史长河，我们不难发现，许多伟大的人物之所以能取得非凡的成就，除了过人的才华和毅力外，他们良好的性情和自控力也功不可没。北宋著名的政治家、改革家王安石，他自幼养成了宽厚仁爱的性格。他担任宰相时，虽然面对重重阻力，但始终以宽广的胸怀去团结人心，体恤百姓疾苦，最终推行了王安石变法，使国家走上了富强之路。相反，
一些历史上的著名人物，却因为性情乖戾、善怒而断送了大好前程。明朝大将戚继光，少年时代因为倔强好斗，屡次惹祸，几乎被逐出家门。他深感教训后，开始学习谦逊，改过自新，最终成长为抵御倭寇的民族英雄。而他的同僚李成梁骁勇善战，却因为桀骜不驯，多次违抗军令，最终被惩罚凌迟处死。所谓君子慎独，格物以致之，唯有不断自省，提升自我修养，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世事洪流中，把握好自己的命运之舵，驶向光明的彼岸。我们常说，好运和厄运往往只在一念之间，而这一念之差，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待人处事的方式和态度。一个脾气好、善解人意的人，往往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喜爱。他交际圈广阔，人脉资源丰富，在遇到困难时，更容易获得援手和支持。这就如同一颗种子，播下一段良好的人际关系，日后必能收获累累硕果。反之，一个愠怒多疑、锱铢必较的人，则可能会因一时的迁怒，断送了多年的合作和友谊。处处碰壁，寸步难行。好脾气也是吸引机遇的磁石。当面对一个全新的项目、陌生的领域时，好脾气的人往往能以开放包容的心态，虚心学习，积极尝试。他们乐于倾听不同的声音，善于化压力为动力，在挑战中砥砺前行。而坏脾气的人遇事易怒，拒绝改变，眼高手低，渐渐的就会被时代淘汰，错失许多宝贵的机会。试想，如果你是一位 HR， 面试2位条件相当的候选人，一位谦逊有礼，一位傲慢刁钻，你会选择谁？诚然，好脾气本身就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才华和实力。所谓的好运气，并非天上掉馅饼，而是日积月累的人格魅力所带来的回报。唯有以德服人，以诚待物，才能让我们的运气源源不断，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稳，走得更远。家是我们生命的港湾，是疲惫灵魂的栖息地。而一个家庭能否和睦美满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成员的脾气和性情。在我的朋友圈里，就有这样一个家庭。朋友的父母虽然都已退休，但每天都过得其乐融融。他们喜欢一起下棋，聊聊天，分享彼此的生活趣事。每当遇到分歧时，他们总是心平气和地沟通，互相理解包容。浓浓的欢声笑语充盈在这个家里的每个角落。朋友告诉我，父母恩爱和睦的秘诀，就是双方都拥有一个好脾气。隔壁李大爷，他脾气暴躁，动不动就发火。他常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与妻子吵得不可开交。渐渐的，两人的感情越来越淡漠，连话都不愿意多说一句。李大爷的孩子们也常常躲在房间里，不愿意出来。这个家俨然成了一盘散沙，失去了温暖和归属感。教育家杨永信曾说，人生最大的福气不是富有，而是享有亲情。而拥有一个好脾气，正是我们获得这份福气的不二法门。古语有云，怒伤肝，喜伤心，思伤脾，忧伤肺。这说明我们的情绪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。而在诸多情绪中，愤怒无疑是最为伤身的一种。现代医学研究发现，长期处于愤怒、暴躁等负面情绪中，
会导致人体内分泌失调，免疫力下降，从而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，如高血压、心脏病、糖尿病等。相反，保持乐观开朗、积极向上的心态，则有助于降低患病风险，提高生活质量，延年益寿。每一次换位思考，每一次包容谅解，每一次微笑以对，都是我们为自己的健康投资，为美好人生延年益寿。人生漫漫，荣辱得失，谁人能料？纵然拥有万贯家财，若不懂得调理情绪，终究难以获得真正的快乐和幸福。好脾气是化敌为友的利器。三国时期，诸葛亮虽位居要职，却始终保持谦逊有礼。他不计前嫌，宽容待人，即使是曾经的政敌，也能心悦诚服地与之合作。诸葛亮的好脾气为他赢得了人心，成为了他治国谋略、运筹帷幄的重要助力。好脾气是化解困境的钥匙。明代大儒王阳明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，被贬谪龙场。在那艰苦恶劣的环境中，王阳明没有怨天尤人，而是以平和的心态悉心教导当地百姓，并潜心研究儒学。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，铸就了他心脊里的哲学思想，使他成为了影响后世的一代宗师。好脾气更是一笔隐形的财富，它让我们拥有广阔的人脉，换来更多的机会。它帮我们赢得赞誉和口碑，吸引更多的贵人。它助我们化解矛盾，避免更多的损失。无数事例告诉我们，一个好脾气往往比金银珠宝更加弥足珍贵。它是我们应对世事的强大本钱，是我们迈向成功的稳健基石。人生如棋，落子无悔。让我们以好脾气为引，以真诚为志，谱写出生命最美的乐章。唯有如此，方能在这纷繁世界中游刃有余，从容前行，拥抱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。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不殆。要想修炼好脾气，我们必须先了解情绪的本质和规律。情绪是人类应对外界刺激所产生的心理和生理反应，它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，帮助我们快速判断形势，采取行动。然而，当情绪失控时，它却会成为我们理性思考的障碍，让我们做出许多后悔终生的决定。著名心理学家丹尼尔·戈尔曼在他的《情商》一书中指出，情绪的爆发往往有其生理基础。当我们感到愤怒时，体内的肾上腺素会急剧分泌，心跳加速，血压升高，大脑进入战斗或逃跑的应激状态。在这种状态下，我们的理性思维能力会大大降低，容易做出过激行为。因此，我们要学会觉察自己的情绪变化，及时捕捉那些负面情绪的先兆，如胸闷、心跳加速、呼吸急促等。一旦察觉，就要立即采取措施，如深呼吸、数数等，帮助自己尽快平复，避免情绪的进一步失控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还要明白，情绪本身并非我们的敌人，而是上天赋予我们的一种天性。关键在于，我们要学会如何与之相处，如何驾驭它，而不是被它所控制。一念放下，心即坦然。唯有我们正确地认识情绪，学会接纳情绪，才能在感性和理性之间找到平衡，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情绪，拥有一个稳定、平和的内心世界。
让我们携手共勉，以智慧和勇气去探索情绪的奥秘，去开启自我修炼的旅程。相信终有一天，我们定能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，拥有祥和的心境，拥有幸福的人生。我们的情绪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的想法和认知。所谓物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同样的事件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和反应。因此，要想修炼好脾气，我们必须学会调整自己的思维模式，用积极正面的想法去替代负面消极的念头。古语云：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大到人生起落，小到日常琐事，我们要学会用开放包容的心态去看待，学会换位思考，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。当别人的行为触怒我们时，不妨先问问自己，如果是我在那样的处境下，会怎么做？对方的出发点是什么？他是否也有自己的难处和苦衷？这样想，我们就会发现，许多矛盾其实都源于误会和不理解，一味的指责和发火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，反而会使事态恶化。与其怨天尤人，不如多些宽容和善意。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唯有我们学会体谅和宽恕，才能拥有一颗豁达平和的心。同时，我们还要学会积极看待人生，多关注生活中的美好事物，养成吃亏是福的心态。遇到不如意的事情，要相信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以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去生活，我们就能在逆境中看到希望，在挫折中收获成长，在平淡中发现快乐。著名作家海明威曾说，一个人不是被击倒的，他是被击倒后又站起来的。生活中的诸多不顺，正是我们砥砺意志，提升心性的机会。让我们以心境造命运的智慧，去拥抱生活的酸甜苦辣，以好事多磨的达观，去对待人生的风风雨雨。唯有如此，方能修炼好脾气，塑造强大的内心，成就美好的人生。知易行难，修炼好脾气绝非一朝一夕之功，它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持之以恒地锤炼自己的意志和品格。在这方面，冥想和呼吸法是很好的修炼途径。每天抽出一段时间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闭上眼睛，专注于自己的呼吸。吸气时，想象自己吸入的是宁静和力量；呼气时，想象自己呼出的是烦恼和压力。渐渐的，我们的心就会变得更加平静，更加有力量去应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。运动也是调节情绪的良方。当我们感到焦虑或愤怒时，不妨做一些有氧运动，如慢跑、游泳、打球等。在运动中，我们可以释放多余的精力，缓解内心的紧张和压力，让身心都得到放松和舒缓。此外，我们还要学会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。当面对矛盾和冲突时，不要把情绪憋在心里，而要学会心平气和地表达自己的想法，学会倾听对方的诉求。通过真诚的对话和沟通，我们就能消除隔阂，增进理解，达成共识。这无疑比冷战或吵架要更加有益健康。古人云：勤能补拙，熟能生巧。修炼好脾气，归根结底靠的是日复一日的点滴积累。每一次深呼吸，每一次心平气和的对话，每一次换位思考的尝试，
都是我们迈向成功的一小步。让我们以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的恒心，去坚持不懈地修炼自己，以滴水穿石，非一日之功的定力，去一点一滴地完善自我。只要我们持之以恒，定能修炼好脾气，塑造美好人格，成就幸福人生。今天我们了解到，脾气不仅影响我们的情绪和心理，更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人生境遇。一个好脾气如同一把钥匙，能够打开人生的多扇门，它能帮助我们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，构建广泛而深厚的人际关系。它能助力我们化解矛盾，战胜困难，在逆境中实现逆袭。它能滋养我们的身心健康，让我们拥有更高的生活质量和更长的寿命。孔子说：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风必偃。一个人的品格和修养，决定着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，而好脾气恰恰是一个人最可贵的品质之一。反观那些性情暴躁、易怒多疑的人，他们往往会因一时的负面情绪而做出许多不理智的决定，伤害了自己，也伤害了他人。久而久之，他们会发现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，事业和家庭也逐渐陷入困境。人生如棋，步步惊心，我们无法预知未来，也无法改变过去，但我们可以把握当下，从自己做起，从现在做起。让我们以古圣先贤为镜，以大气谦和的处世哲学，去面对生活中的风雨坎坷。让我们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去认识自我，改变认知，提升情商。让我们以持之以恒的毅力去修炼好脾气，塑造美好人格，成就幸福人生。古语云：人生100年如白驹过隙。在这短暂而宝贵的人生旅途中，让我们携手同行，以好脾气为伴，以真诚为桨，乘风破浪，驶向美好的彼岸。